我在公司加班，高烧40度，强撑着精神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最后昏倒在电梯里。我被安排留院查看，可身为总裁的丈夫不仅对我不闻不问，还在电话里指责我：周念彤，发个烧你都能做成这样，你知不知道我正在谈一个重要项目，发烧了就找医生，我又不是看病的大夫，发个烧也要我赔，那你干脆烧死算了。电话被挂断后，我在朋友圈看到他的白月光刚刚更新的一条动态，虽然没能吃到那家米其林，不过看在某人亲自下厨的份上，就先不生你的气了。照片里是楚静安穿着一丝不苟的白衬衣，卷起袖子在厨房里忙碌的背影。要是以前，我肯定会一个电话打过去跟他大闹，现在我随手点了赞，在下面回复：这么爱吃他做的饭，你上位不就行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顶着重感冒在公司加班，整个公司里只有我一个人，脑子感觉越来越沉。我强打起精神，咬牙坚持在屏幕上打出最后一个句号，点击保存，这才赶紧去休息室翻出体温计，41度。我强撑着让自己清醒，赶快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结果还是在乘电梯下楼时两眼一黑，昏倒在电梯里。医院里，我被强制要求留院观察。我给楚静安打去电话，本以为他会第一时间赶来，没想到电话里却传来他冰冷的声音：生病了就去找大夫，我去了，你的病就能治好了吗？我正在谈项目，没事别再打电话了。放下电话，我自嘲一笑，谈什么项目？说的倒是好听，还不就是去方婷家亲自下厨博美人一笑？他会发朋友圈，难道我就不会发吗？我把40度的体温计和正在输液的手拍了照片发到朋友圈里，结果半天没动静。再一看聊天记录，楚静安在我那条朋友圈发出后就把我给拉黑了，一股颓败感充斥我的胸口。我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沉沉地睡了过去。在医院输了2天液，我感觉精神好了很多，这才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班。刚到公司，同事看到我还很意外：彤彤，你不是请了1周的病假吗？你身体好了吗？就上班1个星期的病假，除了楚静安这个公司的总裁，别人是没有这么大手笔的。我有气无力地朝他笑笑：没事，下班我再去输液。手里的方案上面急着要我先把工作完成。正说着，部门主管走过来：周念彤，楚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楚家是本地大户，我这个条件能嫁给楚静安，我是占了便宜的。所以他虽然将我调到他家的公司上班，但并没给我什么职位，只是要我自己往上爬，并且不许我透露和他的夫妻关系。可回头他就把方婷招进公司，让方婷直接当了自己的贴身秘书，2个人整天形影不离。而我这个楚家的正牌夫人却跟个牛马一样，顶着40度的高烧加班写方案帮他赚钱。我敲开楚静安办公室的门时，身后方婷戏谑的表情就明晃晃地挂在脸上。办公室里，楚静安上下打量我，丝毫没有身为一个丈夫应该关心妻子的觉悟，装病装得还挺像的。要不是婷婷戳穿了你的把戏，我真就差点去医院找你了。这才2天你就装不下去了，谁家高烧40度还不住院？演戏你也不会演得像一点儿。他看着我，表情不屑：下次别再玩这套把戏了，我都有点看腻了。大概是病还没好，
我从里到外都没有丝毫的动力跟他吵。放心，以后不会了。我把一份提前打印好的离婚协议摆在他面前，麻烦楚总在这上面签个字。那份离婚协议被他直接塞进了碎纸机里。周念童，摆正你自己的位置。这样的小聪明，一次两次我可以容忍你，玩得多了就让人讨厌了。我没再继续反驳，转身离开。我不舒服，回家休息了。以前他说要在公司隐瞒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所以除非特殊情况，要我平时跟其他员工一样，不得搞特殊话。可现在他整天跟方婷出双入对，甚至大庭广众之下，方婷搂着他的胳膊跟他嘻嘻哈哈，让公司所有人将这种亲昵尽收眼底。他也丝毫没有责备方婷的意思，所有人都以为方婷是他的未婚妻，而周念童只是他公司里的一个小职员。方婷是知道我和楚静安的关系的，但他依旧默认了方婷对我的各种挑衅，并且在我和方婷发生冲突时，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方婷的身后，让我这个实际上的妻子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但这次我不想再忍了，因为我对面前的这个男人彻底失去了任何感情。结婚第7年，他终于在我心里变成了一个陌生人。我跟主管连招呼都没打，回到工位拿起包就离开了公司。直到晚上，我躺在床上，手机也没有收到任何来电和消息。楚静安没打来电话，大概是他替我请假了。主管和同事也没有打来电话。半夜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听到了开门声，一股浓重的酒气离我越来越近，杂糅着让我恶心的香水味。楚静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还生气呢？”床头的灯被打开，突然的强光刺得我的眼睛一阵不适应。我阴沉着脸坐起来，楚静安将一个包扔进我怀里：“别生气了，诺，给你的礼物。”原来他也是知道我生气的，还拿个包来安慰我。可惜我一把扯断那个包上的细铁链，直接将那个包砸在他身上。他的眼底闪过一丝恼怒：“周念童，你没完了是吧？楚静安，你拿方婷不要的东西来恶心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我很贱吗？这个包我在方婷的身上见过，之前这个包上的细铁链断掉，还是楚静安让我拿去专柜修的。那个铁链的焊接口我印象特别深。”楚静安一脸不耐烦：“周念童，你心胸怎么这么狭隘？这是方婷最喜欢的一个包，她说你生气了，让我拿这个包回来给你赔礼道歉。你别不识好歹，方婷为了不让你误会，都把自己最喜欢的包送给你了，我也跟你道歉了，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我狠命把他推倒在地，他头撞在柜子的一角，满脸愤怒地瞪着我：“你疯了？”“对不起。”我随口向他道了句歉，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怎么，我也跟你道歉了？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我和楚静安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屋里的东西被我们俩摔了个七七八八，他摔一样，我就面无表情地陪他摔2样。他抄起一个瓷瓶扔在我的脚边，一块崩溅的碎片划伤了我的脚踝。他看到那一丝嫣红，愣了一下，抽出一张纸巾想要替我擦拭，但不等他走过来，我直接抄起一旁桌上的水果刀就朝他扔了过去。水果刀非常欠准头地扎在他身后的沙发上，他心有余悸地回头看着沙发上的那把水果刀，再转过头时，眼中满是震惊：“周念童，你疯了？你知道那东西多危险吗？”2天以前，我还是个深夜坐在沙发上等他回家，会给他做营养午餐，会为他细心削好水果摆成果盘的体贴妻子。
可今天晚上，那把扎在沙发上的水果刀颤动着刀柄，明晃晃地告诉他一个事实：他的老婆周念彤彻底不爱他了。看着屋里的一片狼藉，他一脚踢开一地的烦躁，摔门离开。房门被他大力摔上，就好像小孩子在跟不给自己买玩具的家长赌气似的。以前每次他摔门而出，都是他对我冷战的开始。如果是以前，我肯定是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死死抱着他，拼命道歉，求他留下。可今天，我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停车位旁傻站着的楚静安，径直转身回屋继续睡觉。他还以为自己用出这招就会让我乖乖就范，可他不会明白，以前他所倚仗的我对他的爱，现在早就烟消云散了。直到我快要睡着了，楼下才传来汽车引擎报复式的轰鸣声。说实话，这大半夜的有点吵。第二天一早，我起床给自己煮了皮蛋瘦肉粥，慢慢喝完，直接把碗往水池里一扔，这才穿好衣服出门。以前我每次都要起很早给楚静安做早餐，但她很多时候都不会吃。原来早起只做一个人的饭，时间居然这充足。最关键的是，我再也不用绞尽脑汁去思考早晨要给这个难伺候的祖宗做什么早餐，他才会赏脸吃上一口了。我踩着点到公司，没有着急工作，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先去休息室悠哉悠哉地冲了杯咖啡，这才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开始上午的工作。很神奇，整个上午我都没有去想跟楚静安有关的任何事，跟同事聊聊天，摸摸鱼，讨论讨论八卦。一个上午居然很快就过去了。12点整，楚静安准时发来了短信，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溜溜达达走进电梯，按下了10楼的按钮。楚静安从来不会屈尊到办公区来找我，只有我去办公室找他的份儿。一进办公室，就看到方婷坐在沙发上，正用勺子舀着酸奶，茶几上一大堆零食。楚静安坐在自己的老板椅上，闭目养神，看着茶几上那堆零食。我觉得这个办公室一点儿也不像办公室，倒像是存放孩子的临时乐园。见我两手空空的进来，楚大总裁眯着的眼中有些意外。我的午饭呢？楚总，你的午饭为什么要问我？周念彤，你今天没给我做午饭。他之前应酬伤了脾胃，动不动就胃疼，所以我一直在研究菜谱，每天变着花样的给他准备午餐，生怕他那天吃的不舒服，胃疼。对呀，我没给你做。我平静地跟他对视，要我为楚总订一份外卖吗？方婷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刷存在感的机会。周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明知道静安有胃疼的毛病，你为什么突然不给他做饭了呀？就算静安他惹你不高兴了，可你也不能拿他的身体开玩笑啊。这要是换了我保证每天变着花样给静安做午饭，一定让他的胃服服帖帖的。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既然你说的这么来劲，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做饭？是不会吗？从职位上来看，你是他的贴身秘书，他的1日3餐应该由你来负责，而不是让我一个普通员工每天操这个心。大概是普通员工这个词有些刺耳。楚静安眼看方婷被我阴阳了2句，却并没有生气，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我出去。我转身出门，快要踏出办公室时，身后传来楚静安的声音：算了，你帮我订2份外卖吧，随便什么。等我把2份超低评分的印度美食送到总裁办公室时，就连一向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楚静安都几乎崩溃。周念彤，
杀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方婷也是满脸嫌弃，早就躲得远远的了。哎呀，臭死了！赶快拿走！我放下外卖，转身离开。矫情，爱吃不吃？等等！楚静安叫住我，难得关心地问：周念彤，你中午吃什么？公司不远处有一条小吃街，楚静安带着方婷，两个人就像两个跟屁虫一样，跟着我走进一家东北大食堂，15元的东北自助盒饭。我没管他们俩，交了钱领了餐盘，径直去了打菜区。西装革履的楚大总裁和紧身裙系高跟的方婷站在门口，两个人一脸嫌弃地打量着这家东北菜馆的装潢，看着我轻车熟路地打好了菜，盛好了汤，丝毫没有要管他们俩的意思。楚静安不顾方婷想要去精品私房菜的建议，交了2分钱，打了少的可怜的饭菜，坐到我对面，看着我埋头苦吃。他眼里闪过一丝心疼，说话都有些结巴。你每天中午就来这种地方解决午饭，怎么委屈总裁大人了？我头也不抬地把一块烧茄子旋进嘴里，量大管饱，菜品种还多，卫生也说得过去，这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不吃点好的？我筷子不停。楚大总裁真是贵人多忘事，我每个月的薪水只有6000，除了自己的花销，还得负责你的早餐和午餐。我吃不起太贵的东西，总不能我吃一顿大餐，接下来1个月我都得勒紧裤腰带喝凉水吧。楚静安这才想起，自从他把我安排进公司，他就以历练我为由，切断了我其他所有的收入，也没再给过我1分钱。而且他还一直在安然享受着我每天为他精心准备的营养午餐，而他的一张没有限额的副卡却被他塞给了旁边正一脸嫌弃看着自己老婆风卷残云的漂亮女人。每个月的花销不会低于50万。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吃糠咽菜心里都是甜的，但你不爱他的时候，你看到满汉全席都会觉得恶心。静安，这里卫生条件这么脏，做的菜油还这么大，一点儿都不健康，咱们还是换一家吃吧。方婷左右打量着周围用餐的食客，满脸鄙夷。这种伙食跟猪食一样，他们还能吃得这么香？别是饿死鬼投胎吧？他为了贬损我，故意放大了音量，结果这话被周围的食客给听到了，他却没察觉周围异样的目光，还在自顾自说着：这里味道怪怪的，静安，你带我去吃那家公膳吧，好不好？好你爹个尾巴好！一声炸雷般的怒吼响起，吓得我差点把刚夹起的一个卤蛋掉在桌子上。我抬头就看到饭店的掌勺师傅手里拎着个马勺，气势汹汹地站在方婷的身后。老子的卫生证是卫生局亲自审验的，你说老子店里哪里不干净？你给老子指出来！长得挺漂亮一姑娘，你男朋友得尿毒症了，说话怎么这么毒？老子开的是自助盒饭，不是高端餐厅，15块钱，你想吃啥呀？我给你鲍鱼熊掌，你敢吃吗？我感觉耳膜嗡嗡的，被大师傅这一顿吼，本来堵塞的鼻子都震得通气了。楚静安看着面前好像一头熊一样的大师傅，赶紧起身打圆场，冲着大师傅和周围的食客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打扰各位用餐了。大师傅举起马勺，差点对在他的脸上：爱吃就吃，不吃就滚，再他妈瞎逼逼，我一马勺蒯死你！他朝门口吧台的阿姨一声喊：给这俩瘪犊子退钱，让他俩滚蛋！这2份饭就他妈当老子喂猪了。当天晚上，楚静安破天荒地提前回了家。我推开家门时，就看到桌上已经摆好了4个菜，
楚静安端着一个汤钵从厨房走出来，回来了，赶快洗手吃饭吧。好像不论男女，在婚姻中向对方示弱，都是做一顿饭或者送一些礼物。就像以前，我会为了讨好楚静安，为他做上满满一大桌子的菜，然后看着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每道菜都贬损一遍，我却只能在旁边陪着笑脸。现在想想，那时的我还真是贱，可有些心里的裂痕已经变成了深渊，不是一顿简单的饭就可以弥补的。我深情地看着他，下一秒直接把餐桌给掀了。说实话，当别人低三下四对你示好，你可以完全把握对方的情绪时，这种感觉真的有一种扭曲的快感。楚静安的脸从最开始的震惊，到之后的不可思议，再到逐渐变得愤怒，就好像一幅生动的浮世绘，异常精彩。周念童，你到底要干什么？别生气，亲爱的。我绕过一地的汤汤水水，走到他面前，伸手抚在他的脸上，开个玩笑，开心吗？他抓住我的手，目光中有强压的愤怒。我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你到底还想怎么样？我知道你委屈，但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劝你最好不要挑战我的耐心。他的手好像铁钳，死死攥着我的手不放，有点疼。不就是没给你钱吗？我只是忘了，你也没跟我说过，我怎么知道你缺钱？这件事你难道还想全都赖在我身上？我把手指轻轻点在他的唇上。那咱们不如猜猜，你开通的那张副卡在谁的手里？他满脸诧异，你怎么知道的？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他方婷故意在大家面前炫耀过那张卡，全公司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呢？我装作惊讶地捂住自己的嘴。哎呀，不会吧，方婷她应该不是这种人啊。楚静安一把甩开我的手，够了，周念童，你不就是想要钱吗？何必装得这么委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甩在我身上，这里面有500万，拿去吧。我从地上捡起那张卡，把它塞进楚静安的手里。老公，你真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怎么不够？嫌少？你别说，你想要的是公司股份。我摇摇头，从包里拿出那份离婚协议。你们楚家的东西金贵，我要不起。楚静安，我什么都不要，你我也不要，我只要你在这上面签字。对不起，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求你了，放了我吧。我拉住他颤抖的手，签个字，咱们好聚好散，可以吗？那天晚上我们俩不欢而散。楚静安一边骂我是疯子精神病，一边好像见到鬼一样逃走了，急得就连门口的鞋都没来得及换，穿着双拖鞋就跑了。他到底没在那份离婚协议上签字，我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跟我离婚，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和方婷在一起，而我和他的婚姻几乎没人知道，自然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我不明白他犹豫的到底是什么，但我依旧开始收拾行李，打算搬回自己的房子去住。那是我父母生前留给我的房子。结婚之前，楚静安曾经跟我在那栋房子里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时我们都还青涩，在那栋房子里，我们心无旁骛地爱着对方，心中只有彼此。用钥匙捅开那扇久违的房门时，我还沉溺在过去，独自伤感着。但开门的一刹那，伤感就被泼天的愤怒给淹没了。客厅正中摆放着方婷身着比基尼的等身立牌，书柜里整整齐齐摆放着方婷的各种艺术照和写真集，甚至还有他们2个人的婚纱照，还是光着身子的那种。衣柜里让人脸红心跳的各式情趣内衣和各种道具更是被塞得满满的。卧室正中，
我和楚静安的结婚照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一身笔挺西装的楚静安，紧紧抱着一身洁白婚纱的方婷，就好像两个人在一起对我进行嘲讽。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我曾经和楚静安的小屋，如今面目全非，居然成了他和那个贱人的爱巢。楚家房产无数，随便弄一套房子都会布置得比这个屋子要好，但楚静安还是把他们的爱巢设置在了我父母留给我的房子里。这是方婷对我的挑衅，也是他对方婷的纵容，更是他对我的不尊重。原来眉心的朱砂痣真的可以变成一滴蚊子血，还要被人嫌恶地抹去。那天我强忍住点燃房子的冲动，开始对这所房子重新进行改造。卧室梳妆台上的口红，我全部插了根针进去；卫生间漱口水的瓶子里被我倒进了胶水，至于那瓶卸妆油，则被我换成了辣椒油。临走时，我在客厅的地毯上撒了一把图钉，又仔细地用半固体胶给屋里的门把手涂上了厚厚一层。做完了这一切，我关上房门，转身下楼，任由眼泪汹涌。警察找上门时，我正在家里做饭，两个人很警觉。在方婷刚刚被几个图钉刺破脚底，楚静安被门把手牢牢粘住时，他就带着方婷和那个扭断的门把手从房子里撤了出来。楚静安去医院处理粘在手上的门把手时，方婷背着他悄悄报了警。等到楚静安得到消息，急匆匆地赶到派出所时，方婷正在冲着我破口大骂：“不要脸的贱货，该死的婊子，跑到别人家里搞破坏！你信不信我让楚静安把你从这个家里给撵出去？告诉你，今天我的脚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楚静安非弄死你个骚货不可！闭嘴！”警察明显也受不了他的聒噪，厉声喝止了他的泼妇行为。他的声音小了下去，却依旧强硬：“警察同志，我要你们赶紧把这个入室搞破坏的女人送进监狱！现在，立刻，马上！那是你的房子吗？”警察只用了这一句话，就让急赤白脸的方婷变成了瘪茄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见到楚静安进来，他仿佛看到了救星，单腿蹦蹦跳跳扑过去，趴在楚静安身上就是一通嘤嘤嘤。不得不说，他确实有两把刷子。我见尤怜的架势，就连我看了都有一股想要冲上去保护他的欲望。静安，你一定不能放过这个贱货！啪！一个响亮的耳光扇在方婷的脸上。楚静安目光凌厉：“她是我老婆，你不能这么说她。”方婷捂着半边脸，目光破碎：“你打我？你为了这个婊子你打我？我最后说一遍，她是我老婆，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方婷彻底崩溃了，嘶吼着疯了一样，用拳头砸在楚静安的身上，后者就像根电线杆子一样岿然不动，任由方婷的拳头砸在自己的身上和脸上。我不愿意不买票就看一出打情骂俏的大戏，直接绕过他们走出了派出所。派出所门口，楚静安叫住我：“彤彤，等等。”30岁的老夫老妻，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听到他这么叫我了，还真有些不适应。他追上来，几次想要开口，却都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最后只能化成一句比蚊子声音大点有限的对不起。楚静安，那是我爸妈留给我的房子，我只是不常回去，我不是死了，你怎么敢的呀？我扯住他的领子：“你们俩在我的床上滚床单的时候，那个贱人问你爱我还是爱他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特别得意？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他偏过头，不敢跟我对视。“对不起，彤彤，对不起。”我一把将他推远，
对不起有个屁用！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对不起。房子里的东西我瞧着恶心，我给你1天时间，把房子给我恢复原样。1天之后，如果让我发现有半点跟你们俩有关的东西存在，我不敢保证自己能干出什么事情来。他连连点头，放心，我马上就让人把东西都收拾干净。我看向派出所里哭哭啼啼走出来的方婷，柔声道：“去吧，你的宝贝还哭着呢，去哄哄吧。”楚静安的动作很快。第2天我回去时，屋子里已经焕然一新，就连墙面也用白色的乳胶漆遮盖了原来的粉色。粉色是方婷喜欢的颜色，但我讨厌粉色。楚静安小心翼翼地陪在我身边，大气也不敢出，生怕我突然暴走。我不知道他最近为什么突然开始钻牛角尖了，竟然舍掉了方婷，跑来陪我。我跟他提离婚，按常理来说，他应该跳着脚的开心才对。可惜他现在就算想赔罪，也已经太迟了。我推开卧室的门，看着床上小熊图案的床单，眼眶一红，强行咬牙，没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那个小熊图案的床单是我当年和他住在这儿的时候，我去街上买的。那个时候他家里不同意我们2个的婚事，还把他从家里撵了出来。他就带着行李搬进了我家，2个人开始同居。他那时被家里断了所有的经济来源，2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就靠着不多的收入，在这个房子里开启了全新的生活。他曾经也蹲在街边陪我一起吃过8块钱的盒饭，他曾经也在月底发工资时陪我一起买肉馅包饺子，改善生活。我曾经也被他坚定地选择过。直到他的初恋情人方婷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便将我弃如敝履，再也没有施舍给我哪怕一丝的温情。一双熟悉的手轻轻从背后环住我的腰，湿热的呼吸喷在我的脖颈上，痒痒的。彤彤，对不起。回答是冰冷的。楚静安，松手。彤彤，让我抱抱你。干燥的嘴唇落在我的后颈，我只感觉浑身酥麻，连力气也少了几分。身后的声音带上了一丝愧疚和慌意：“彤彤，别生气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跟他联系了，咱们一切重新开始，咱们好好过日子，好吗？”他突然变得急躁起来，环在我腰上的手开始不老实地向2个方向同时移动。彤彤，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彤彤，咱们要一个孩子吧。他力气太大，我挣脱不开，最后我干脆转身抱住他，张口死死咬在他的肩膀上。楚静安发出一声闷哼，手不再继续得寸进尺，但却依旧死死地抱着我，哪怕我嘴里已经染上了血腥味，他也没有松手，直到他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松开咬着他肩膀的嘴。你不接吗？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眼神有些慌乱，马上把电话挂断了。有信息提示音响起，他的表情开始变得踌躇，开始变得为难。我不想让他为难，柔声道：“去吧，去晚了，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他只犹豫了1秒，便朝门外走。方婷说她不想活了。我得去看看。彤彤，你等我回来，你一定要等我回来。我跟他在一起7年，我太了解他了，我了解他比了解我自己还要更清晰。狗从来都改不了吃屎。房门被关上时，我的心也彻底落下了一把锁。我没有等他，他也没有回来，这我早就知道。我打算辞职，彻底和从前的生活来一场割裂。可当我到公司时，前台的接待看到我，却主动向我打招呼：“太太，您来了。”我朝他点点头，觉得有些好笑。他之前不许我在公司公开和他的婚姻状况，
如今他却主动公开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还好他公布的早，再晚几天，估计我这个总裁夫人就变成前任总裁夫人了。而且我今天也不是来当总裁夫人的，我是来请公司里的人吃瓜的。我敲开主管的门时，主管的态度简直不能用谦卑来形容，已经有些卑微了。主管，您没必要这样，我是来辞职的。我找了一份新工作，虽然挣得不多，但相比现在的工作起码轻松不少。关键是不用顶着40度的高烧加班，而且父母给我留的存款也够我过活，所以我很满意这份新的工作。楚静安知道我来了，抱着一大捧玫瑰跑到我面前，单膝跪下：“彤彤，这些年我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希望你能原谅我。我爱你，我爱的一直都是你。今天全公司的人都在这里为我们见证，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有些为难，可你已经跟方婷睡过了呀，你都脏了，你要我怎么原谅你？当初你不让我在公司公开咱们俩的关系，还让我从底层做起，说不能因为我是你妻子就在公司搞特殊化。可你回头就把方婷招进公司，还提拔她做了你的贴身秘书。你是觉得这种耳光每天都抽在我脸上，会让你那可怜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吗？楚静安有些慌了，他没想到大庭广众我会这么不给他留情面。不是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是我妻子，你比谁都重要。彤彤，我是在乎你的。楚静安，你摸着你的良心告诉我，你真的在乎过我吗？公司里所有人都以为那个方婷是你未婚妻，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就算不公开咱们俩的关系，但你为什么不出面澄清？你为什么不离他远一点儿？公司里多少人看到你们俩在办公室打情骂俏？如果你真的在乎我，你们俩好的蜜里调油的时候，你心里对我这个妻子有一丝愧疚吗？楚静安一边看着锅里的，一边吃着碗里的，你不觉得你很虚伪吗？我从包里拿出厚厚一摞照片，直接扬了个飘飘洒洒。那些照片是方婷曾经为了刺激我，私底下发给我的她和楚静安的床照，有些甚至尺度极大，玫瑰花掉在地上，被我踩在脚下。楚静安眼神无光，空洞地看着我。彤彤，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知道吗？我朝他咧嘴一笑，因为你以前有多爱一个人，你现在就有多恨一个人呀。床照满天飞事件被楚静安强行压了下去，但他和方婷的照片依旧在小范围的传播着。即使是这样，楚静安也依旧坚持不同意离婚，甚至主动答应将公司20%的股份转到我的名下。得到这个消息的方婷彻底坐不住了，打电话约我见面。咖啡厅里，方婷屁股还没坐稳，就开门见山地跟我摊牌：我怀孕了，孩子是静安的。我往咖啡里扔了5块方糖。恭喜你呀，楚少奶奶。她听出我话里的揶揄，脸色有些难看。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他只可能跟我结婚。我劝你不要再跟他纠缠不清，他以前爱你，现在爱你，不代表将来爱你。我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咖啡。所以你怀孕的事他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是吗？他眼中的慌张一闪即逝。那又怎么样？这孩子我是迟早要生下来的，我跟他一起生活了7年。我给你一个忠告，楚静安是头顺毛驴，你得顺着他的意思来，除非是他特别在意的东西，不然违背他的意思，你的结局恐怕会非常惨。姓周的，你怎么知道他不在意我？我朝他笑笑，因为他现在最在意的人是我，你大可以赌一下。不过我劝你尽量不要去招惹他的逆鳞，
不然说不定你这个孩子80%是生不下来的。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件事，现在是他在缠着我，不是我在缠着他。如果你能让他在离婚协议上签字，那我真是得好好谢谢你了。我喝光杯里的咖啡，起身离开。这家店的方糖不错，你买单吧。经过他身边时，他抬头看向我，他的逆鳞是什么？我大概是被我最后那句话刺激到了。方婷居然真的捂着还没显怀的肚子去逼宫了，也不知道他是对自己太有信心，还是对楚静安太有信心。不过我很佩服他这种盲目的自信。结果就是他被楚静安强行拉着要去医院打胎。撕扯中，楚静安狠狠一巴掌扇在方婷的脸上。方婷大概是孕期激素失衡，抄起旁边桌上的水果刀就捅进了楚静安的肚子里，还丧心病狂地在他的肚子里求了一个圆周率。据说抽刀的时候，楚静安的肠子都带出来一截。等方婷恢复理智，楚静安的瞳孔都已经散光了。方婷因为惊吓过度流了产，手术台上的一场医疗事故让她失去了子宫。等她身体痊愈，办理好了出院手续，一辆警车已经等在了医院的门口。15年的铁窗生涯对她来说，怎么不算是一种折磨呢？一个万里无云的晴朗早晨，我以楚家遗孀的身份参加了楚静安的葬礼。对于来参加葬礼的人来说，他是因为婚内出轨，被第三者因爱生恨残忍杀害的悲情总裁，而我则是被迫继承他名下多家公司和上千万财产的未亡人。看着那幅黑白的照片，参加葬礼的人将我眼角的泪水尽收眼底。同床共枕7年，我太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了。他是个偏执狂，越是他认定的事，他就越会坚持。这点从他当初坚定不移的要娶我就能初窥端倪。这种坚持趋于病态，但公司无人敢违逆他。他的父母退居幕后，自然也不会影响他的决策。只有我会提出反对意见或者不同看法，自然也就对他这种病态的偏执了若指掌。他其实并没有那么爱我，但方婷并不知道这点，所以在咖啡馆里，我故意言语挑动他，让他用自己的自信去挑战楚静安的偏执。但结局却比我预期的要好得多，因为一个锒铛入狱，永失自由之身，而另一个则长埋黄土之下，永无重见天光之日。至于医院那边，用200万买一个杀人犯的医疗事故，还能让楚家失去唯一的子嗣，亦我所欲也。走出墓园，天边飘来一块乌云，眼看着就要下雨了。清风不知愁，天凉好个秋。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